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乡镇卫生院除了没有病人，其他什么都有。对许多农村居民来说，他们对医院的认识是从乡镇卫生院开始的。千禧年代初期，农村劳动力的外流还处在比较平和的阶段，彼时的乡镇卫生院是乡村医疗的中流砥柱，谁家有了头疼脑热都要来卫生院拿药开方、打针输液。那个时候的卫生院，简单的病床和桌椅就是村民们的健康后盾。不管是年轻的西医，还是白胡子的赤脚中医，他们的医术和劝告都让村民们无比信赖。但是今天，乡镇卫生院不再只有血压计、体温计、听诊器，他们的条件越来越好，病房越来越宽敞明亮，也增添了很多现代化设备，有的还扩建了3层楼，设了门诊部、住院部、手术室，俨然向着更完备的医院规格发展。可奇怪的是，病人越来越少，卫生院的大门不再频繁被打开，有的卫生院更是什么都有，唯独没有病人，这是何故呢？乡镇卫生院的病人都去哪了？其实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就诊量减少并不是个例，很多地方的乡镇卫生院就诊或者住院的病人都很少，坐班医生往往在办公桌前一待就是一天，甚至很多医生处于半休息的状态。显而易见，并不是村里生病的人变少了，而是他们在就医时有了更多元的选择。首先分散病人流量的就是乡村诊所，这些隐匿在村头巷尾的小小医疗点，往往是村民们生病后的第一站。在这里的小大夫基本熟悉每一位村民的大致身体状况，出现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时，开药或治疗更灵活。另外，诊所里的赤脚大夫们虽然籍籍无名，但大多也身怀绝技，他们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治疗手到擒来。比如有的人擅长号脉开药，开出的中药方子便宜且见效很快；有的人擅长治疗跌打损伤，正骨针灸几次就能缓解村民的身体不适；有的人则对妇科杂症有独特的见解，为女性村民们带来福音。另外，随着乡镇交通的快速发展，很多病人直接跳过乡镇卫生院，直接去医疗设备和医疗资源更高一级的县医院。尤其是病情较重的患者，乡镇卫生院似乎变成了一个中转站，最后还是流向县医院或市医院。乡镇卫生院的尴尬位置。不难看出，乡镇卫生院的生存空间正在被乡村诊所和县级医院挤压。曾经被誉为乡村医疗神经中枢的乡镇卫生院，处在了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位置。这是因为乡镇卫生院成立之初本来就是公益事业单位，大多都是自负盈亏，但同时也严格遵守医药相关政策。其中一条就是基药政策，初心就是让村民能享受更安全便宜的药品。但实际上，很多基础药物供应不及时，村民来拿药常常出现人大老远来了，连最基础的藿香正气水都拿不到。另外，随着输液管制，很多卫生院不能随便提供这项服务，这给大部分人带来诸多不便。比如老年人想输些液体补钙，在卫生院就要很多程序，但在诊所和大夫确认好就能输液。尤其是对于感冒发烧的患者，卫生院并不能满足他们输个消炎药的需求，他们自然也不会再来。这些条条框框无疑是主动把患者推开。因此，尽管很多卫生院的基础设施齐全，但病人们只想用最快的速度治好病。即使诊所的费用较高，他们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。既然说到村卫生院是公益事业单位，这里也不可避免地承担了乡村的公共卫生服务重任，日常工作会大量占据村医时间。而对村民来说，卫生院的医生不是在走访调研，就是在村口给大爷大妈们量血压。虽然大家彼此相熟，但是对医生朦胧的敬畏感一点点消失，这也就导致了大病不敢找卫生院，小病不愿找卫生院。最重要的是，随着国家医保越来越完善，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为村民看病、治病、买药都提供了不少方便。很多报销政策其实在乡镇医院实施起来比较困难。另一方面，当代农民的健康意识都很高，大多人都会为自己或者父母进行定期检查，发现问题直接就在大医院治疗了。
这自然也就跳过了卫生院，可以说卫生院被广大患者置于可以忽视的边缘位置。3. 乡镇卫生院陷入循环困境。那么为什么曾经热闹的卫生院如今陷入如此冷清局面？究其原因还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导致。说到这，有的人肯定会反驳，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非常重视，每年都会有大量资金投入来改善院内的硬件设施，也增添了很多现代化医疗设备，也配备规范类目的药品，从而满足基本的医疗条件。此外，还积极推动医疗人才涌入乡村，每年都会有3甲医院的医生下乡诊疗，更安排了有专业资质的医生和护士。这些扶持确实落地了，但实际上，乡村的医疗水平仍然落后于城市，甚至县城。首先是设备，乡镇卫生院还是起到一个基础治疗和诊断的作用，疑难杂症和重大疾病还是无法提供准确判断，这也就导致了院内医生如今还是只能看一些小病小痛，即使是阑尾炎这类的小手术也不敢看，害怕发生医疗事故。好医生并非常驻，至于高校毕业生，好多都将乡镇作为跳板。可以说，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资源似乎一直都在天平被翘起的那端。另外，就像上文所说，卫生院还有很多条条框框，以及医生们的不务正业，这也让村民们的信任缺失。此外，除了客观因素，还有村民们的主观感受，他们更希望拥有人性化、温暖的就医服务。而乡镇卫生院常常因为服务不够热情，诊疗流程不规范被诟病，乡镇卫生院自然也就无人问津。而当医院入不敷出，职工自然也要另寻他处，当设备无用武之处，也就成了老摆件。这就是乡村卫生院的现实困境，而这种困境如今正在陷入死循环。4. 乡镇卫生院的重要作用。也许很多人会说，既然乡镇卫生院已经无人问津，并且看似也没有发展空间，为何不取缔这一组织，反而还节省资源？但事实上，乡镇卫生院作为农村3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枢纽，是降低资源浪费、缓解就医压力的重要一环。在医改中，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分级诊疗，乡镇卫生院就承担着基层首诊的重任。他们在遇到问题时能高效提供基本医疗服务，对居民来说，一方面能为农村居民减少交通和住宿相应费用，另一方面也为真正有需要的患者争取治疗时间，对大医院来说也降低接诊压力。只不过现在的乡镇卫生院在种种因素影响下，更多发挥着健康宣传的作用，但我们不能忽视它在农村医疗体系中的重要地位，反而要找到精准有效的解决措施，来保证农村居民享受更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。5. 乡镇卫生院如何破局？其实，想解决乡镇卫生院的困境，就是要破解农村居民的信任危机。这就需要我们必须从人才、资金2个问题入手。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人才流失。其实，在乡镇卫生院很少看见年轻人，青黄不接是这里的常态。选择留在乡镇卫生院的年轻人，往往又不是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，有的甚至还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。医生是一个医院的核心，因此首要任务就是从多个方面发力，构建一套长效的人才培养及运营机制。其实年轻人留不下来的原因，无非是条件差、工资低、没前途。为了给年轻医护人才信心，相关部门可以提高乡镇医护人员的薪资待遇，比如增设下乡补贴、子女教育福利等，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劳务价值。以前乡镇医院不乏好医生，但大多在初露头角时就被大医院挖走。为了让好医生看到乡镇也有前途，可以为医护人员制定清晰的职业规划，同时也积极鼓励在职教育，提升专业水平。同时也要积极开展专业的医疗课堂，让乡镇医生不局限于乡村。另外，针对行政工作，可以组建专门的团队，让医护人员专心投入医疗学习和工作中。解决了人的问题之后，就要解决资金。其实不管是医生少还是设备少，本质上都是缺乏资金投入。
因此，乡镇卫生院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，不能一味的靠政府补贴，也要积极寻求社会资金和公益捐赠。这些收益都要用于提升院内基础设施上，比如升级诊疗设备、增添医疗设施、医护人员福利补贴等方面。有条件的卫生院还可以增设科室，方便为村民提供更个性化的医疗服务。结语：如今乡镇卫生院陷入恶性循环，如果让其顺其自然发展下去，只会让它成为历史。因此，不管是加大资金投入，还是探索吸引人才之道，亦或是重构乡镇卫生体系，都是接下来基层医疗改革的重要课题。只有打破无人求医的僵局，乡镇卫生院才能继续发挥农村医疗卫生第一公里的作用，成为农村居民健康的有力保障。